看很多熟悉的面孔，真的叫不出名字。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这么捧场来聆听这堂课。那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台湾未来的社会是不是可以更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议题就是这一个社会企业企划书撰写的实务。那我想不免除了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很标准的企业界人士哈，包括现在都还在企业界服务。那我自己来自于研华公司这一家企业，那也算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满意的一家公司，就是研华科技啊，在国内也做得非常非常好，在全球的工业电脑也做得非常杰出跟成就。那这家公司从创办开始一起共同创办到23年后才离开这家公司，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有这么一个很值得去参与的一个企业的创业，让我学习很多。那我过去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在早期的20多年在企业界，那这后来的这10年，大部分都在学界跟很多公益团体，包括我自己一起共同创办的研华，我们叫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那也是国内非常早期投入创新创业的一个基金会。那也一起办了很多国内的一些相关的创业竞赛活动，让我也学习很多创业的知识。也从因为这个基金会让我更了解非营利组织，到今天的社会企业，其实都来自于这个基金会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因为他每年在国内办了非常多的一些创新创业跟所谓社会的一些赞助或一些公益团体的赞助非常多。那也在这一个基金会让我学习了很多的知识。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更深深的了解在创业跟非营利组织公益团体的互动。那也参加了国内一个很杰出优秀的绅士协会，那在那里担任理事长、担任支部长相关的一些职务。那也因为这样的历练，从企业界、商业界一直走入到非营利组织，到参与学校的一些课程。那这么将近7年在可能大学兼任的这些创新创业课程跟社会企业课程，让我也增长很多的知识特别是这个台湾社会企业创新创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谢理事长胡教授也给我们多了一些启发。从创业的观念，从台湾能不能再走更长远的这样一个发展，给我们多了一些启发。所以我也在这个4、5年内非常积极的投入社会企业的发展。那各位都知道，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很重要就是创业的计划书的撰写。所以大概国内大概应该上过超过50场的创业计划书的撰写的课程，也办了大概上百场的学生的创业竞赛活动，所以是应该算是非常非常有一些经验跟这样的一个知识。那投入了社会企业又给我更多的一些启发，因为各位都很清楚，社会企业本身的角色在于商业跟所谓社会这两个平衡点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我在这里也提到，应该更去关注社会的需求跟所谓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两个结合起来，去发展一个新的大家非常关注、非常关心的社会企业。经济的发展跟所谓这个社会的发展是要同时迈进，让能够在这样的融合的情况下，让台湾的社会真的是越来越进步。那也是我大概整个的背景的发展的过程。那因为这3年内很积极的参与国内的大小的社会企业相关活动，包括在劳动部，包括在教育部各位都很清楚，一些学生参加教育部的 U Star， 或者是全国的大专的学生的创业相关的活动，都有参与了很多国内的社会企业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也看了很多的国内的社会企业创业计划书。各位知道，包括去年劳动部办的100万奖金的社会企业竞赛活动，还有一些国内的社会企业竞赛活动都有参与。所以大概超过了应该1000本的创业计划书吧，社会企业创业计划书，所以就很清楚，大概计划书呢怎样才能够真正能够可以运作跟应该关注的要点。所以今天我们比较多的时间，包括我们下个礼拜，所以我也稍微做了一些规划。各位看到今天的课程，我大概只有3个单元里面就是整个把计划书里面的一些相关的重点要跟大家一一的说明，让各位更了解。首先，第一个跟大家谈到社会创业家精神的实践，在座的每一位，其实你已经往这个方向在发展，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社会创业家精神的
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课程当中去实践，甚至你离开这个教室之后，回到你的工作岗位，或者你未来想投入社会企业，各位都是最佳的标杆，就是所谓社会创业家精神，在企业谈到所谓创业家精神，所谓 entrepreneurship， 在创业过程谈创业家精神。在我们谈社会企业，我们要跟大家来了解什么叫社会创业家精神的实践。我简单的会带几张图片，让各位更清楚。其实我们共同携手都在往成为一个社会创业家精神、社会的一个创新创业家精神的一个实践者。你我们在一起携手共进。好，再来谈到社会企业的内涵跟经营，要跟大家谈社会企业真正的经营的一些关键内涵是什么东西。透过几张图片，很清楚的跟大家分享，从我的观点，从一些专家学者教授的一些观点，跟大家分享内涵跟经营。那今天各位来到这间教室，来到这里，想更多了解社会企业创业企划书的撰写，特别谈到这个企划书这个部分。那我刚才提到过，因为看了很多过去在企划书的一些经验，所以我跟大家会从企划书的整个里面重要的章节，那我特别进了国外几个网站去看到几个在国外非常棒的企划书撰写的章节，我今天在各位手上讲一个跟大家很细项的意义的说明，让各位了解企划书里面要涵盖哪些单元跟章节，然后各位在撰写的时候再把这些放到你的计划书里面。那再来就是跟大家谈到一个第三个部分，就是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这个也是很特别。在创业一般的创业有所谓创业模式。那在社会企业有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可是国内大部分都是沿用一般各位很常看到的所谓创业计划书里面创业的那个模式，所谓经济为主体、经济为中心的一个商业模式，去把它转换成为社会企业，那中间是有很大的漏洞跟模糊，也就是你交代没清楚的部分。所以我特别也是从国外的一个网站当中看到英国很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国外在真正的一个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到底要考虑哪些面向？那为什么今天会谈这三个单元，主要是希望能够大家针对企划书所延伸出来的相关内容，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了解。那下个礼拜我也稍微做一点预告，下个礼拜就会更特别，因为各位的企划书做出来是要给做什么用？所以我特别跟大家，所谓企划书有哪些种类？有一些是自己看的，有一些叫什么？邀请人家来投资你，邀请人家给别人看，所以企划书的种类我下礼拜会介绍。第二个下礼拜会介绍，你写一个企划书到底的关键点是什么样子？有哪些大家常犯的错？因为你各位都看了很多本社会企业的企划书，所以就很清楚知道哪些是漏洞。所以你写企划书要注意哪些要项，我在下礼拜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三个呢，下礼拜还会再跟大家讲，你写一本厚厚的计划书，最后是要给人家知道，所以经常会请你来简报一下你的社会企业的计划书，你的计划是什么？那个简报要怎么写？因为你的计划书不等于什么？你的简报内容。所以我下礼拜会再跟大家分享，如何去制作一个好的，让你能够看得很快十分了解贵公司的这个企划，公司里面的社会企业。所以我大家下礼拜会谈到第三个部分，整个所谓商业计划书里面怎么做一个 PPT 档，怎么做一个简报，让人家很快速了解你们公司的关键核心是什么。那下礼拜第四个部分再介绍一个，我会举几个范例给各位做参考。好，那这样子会帮助到各位更加深慢慢的撰写，还有这个如何掌握要点。如果时间够，还会跟大家来分享一点如何去简报你的商业计划书，如何去评论这个简报。同样只有10分钟，如何把你的公司很清楚的介绍给所有想了解贵公司的人，甚至于你怎么样非常快速的用3分钟就跟一个陌生人介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企业公司，你们公司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甚至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介绍你们的社会企业，用一句话解释清楚你们的公司是做什么东西。我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让各位更清楚如何快速的让想了解贵公司的人能够非常快速、短短的3分钟了解贵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企业。好，这是我想下礼拜跟4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的重点。好，慢慢的我们来谈到这个今天第一个跟大家谈到的前言，社会创业家精神的实践。那我会让社会企业，我想各位来到这里都已经了解了，可以把社会加上去。
那各位可能对于所谓创业家精神会稍微陌生一点点。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什么是创业家精神的概念，我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社会创业家精神就是结合企业的原理、严谨的分析，带着热情，带着你的核心。这个一点是跟一般的创业不太一样。一般的各位都很清楚，创业的思维就是说我怎么样去能够获得什么我想要的什么利润，想要赚到大钱，这是一般的所谓创业的热情。可是各位不一样，社会企业是来自于你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对这个环境的爱心，你由这里出发去带着热情去投入你想去贡献、去解决、去分享的一个所谓社会企业。所以去面对社会的问题的解决，甚至于去改善，让它更好，没办法100%，也可以30%、40%的改善，进到一个社会公民的概念，最终达到真正的什么冲击。这里是翻译成其实就所谓 impact， 这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企业创业跟一般创业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到底最后的结果，一个是算钱，一个是算什么 social impact。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用商业模式，用一般的商业模式，跟所谓社会企业商业模式最大的不同点，其实在这里。你经营的这个社会企业，跟经营这一家一般的企业是赚到钱，可是经营社会企业是你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更专业的社会的贡献是什么样子，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很清楚的谈到真正的冲击，其中包含社会的创新，所谓克责的担当 ，accountable 这样的概念，永续经营的3个核心。那我们谈到其中社会创新，所谓创业家精神就是以创新为手段，创新为手段，那这样有目标，承担风险，努力不懈的工作态度。再重复一次。什么叫做创业家精神？创业是以创新为手段，一定要有创新。以创业为手段，有目标，你想做什么事情，有目标。承担风险，因为任何的创新都有risk 风险。有承担风险，努力不懈的工作态度。特别讲精神嘛，创业精神就是以创新为手段。有目标，承担风险。努力不懈的工作态度去做，这种精神我们叫做创业家精神。那社会创业家有提到，你的目标不是为自己好，不是装在口袋里很多钱，那种叫做一般的创业、一般商人。可是社会企业，我最后的成果是能够给社会贡献，这个才是对。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方向努力，因为投入社会就是能够希望社会进步，我最后的结果是能够跟社会大众分享。所以社会创业家精神，这样各位就很清楚，最后的成果是在社会上。创业家精神我刚才谈到，很重要的要素是要有创新，要有 innovation 这样的概念，把创新放进去，创新只是当做手段，重点是你有目标，又承担风险，努力不懈工作态度。但很多人讲说，这个好像有一点跟我们中国人谈到的敬业精神是有的，创业家精神跟敬业精神其实是差一点点我们所谓中国人讲的所谓这个敬业精神，比较特别强调所谓创新的概念。创业家精神是特别谈到要有创新的内涵这样的概念。所以这跟敬业精神有点不同，所以特别强调创业家精神是以创新为手段，最后的成果是在社会的整个的贡献。好，社会创业家是一种程序，去辅助透过它深入解决或改善社会问题，例如贫穷、生命、无忙等等，以使社会进步、生活的更好。所以很清楚，社会创业家精神最后的成果是能够让社会更进步、更美好这样的概念。好，推动社会创业精神是为创造社会的价值，而非个人或股东的财富。活动的特色是以创新跟创造一些新的事物，这是完完全全是创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要有创新，能够去创造出来，去produce 或者是 create 出来一个新的事物，而非重复现有的企业，别人已经做了，那别人就做，那我能做更多的创新，能够产生更大的所谓 social impact 社会的冲击、社会的贡献。社会创业家精神主要的动力是来解决社会问题，因为在座我相信每一个都关心我们周遭、我们台湾的社会、我们台湾的环境能不能更好，因为你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爱心去出发这个地方，希望
透过你的努力，能够去改善或解决看到社会问题、看到环境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它需要特定的组织，不是各位你想去，或是甚至现在就在参与社会企业这样一个所谓组织运作，以及的社会企业实际有效的运用资源跟解决问题。这是社会创业家精神一些重要的给各位了解。好。社会创业家精神所揭示标示出来的概念是，社会创业家需要具有创新而解决社会问题的企图。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一样。今天你们来听这一门课，我相信各位都有跟我一样的公司是怎么样，你有这样一个热情来投入。社会创业需要有创新，所以邀请各位，你想投入你的组织或者发展中，或者现在的社会企业里头也都一样，请记得展现你的创新的概念。来解决现在碰到很多社会的问题，以一起达到社会的使命。过去许多非营利组织在运用此项概念，借由企业运作的模式引进，借由创意的发想、创新价值实验，有效运用科技、企业的工具，帮助组织获得更多的利益。简单的说，今天的社会企业，请各位一定要有这样创新的概念、创新的想法，要结合今天我们的所谓科技，结合我们的创意。能够去产生新的价值。我想各位一定看过很多的案例，看过很多国外非常棒的社会企业的案例，都是这样的。他们一定借由资源，包括科技的资源，包括人力的资源，各方面这样的资源，还有加上他们实际上去实践之后，去创造出让人家都非常惊艳的社会东西。好，社会创业家关心的是创新跟影响力，刚刚谈到了。真正的社会创新的强调的是，你有没有创新，你有没有产生最后的对社会的 impact 社会的所谓 contribution， 而不是收入。如同我们走到企业家能够跟企业家一样，所追求的是改革创新等等。我想任何企业一样，在一般的商业也是不断的去追求创新，追求公司的成长。这是给大家做这样一个社会创业家精神的这样一个了解。我想各位都非常熟悉，我上面看到这几家我们朗朗上口、社会新闻常常报道的这些我们非常敬佩的，尤其是台湾的这个所谓社会企业的这个实践者的先驱，这几个都在我们的周边，包括各位知道爱家新、小镇文创，更是2、3天就有一个大新闻出来，这些都是清楚的看得到，从他们身上有了创新，有了很多真正解决问题、很多很有创意的一些作为。包括台湾的第一个光明社会企业、多福等等这些，都是清楚的。这些真正的所谓方的创办者，都是抱着怎么样让台湾更好、让社会更好、更美好情况下，他们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实践。我刚才谈到的社会创业家精神的这几个创办人，他们很多的创新，各位知道，小镇文创、多福、都是有创新的一些想法，结合科技之后去创造真正他们想去回馈、想去贡献的社区或某一个我们所需的群组这样的情况。所以各位，如果你有一点时间、有机会多了解这几个，当然不止这些，台湾都非常多，包括台湾农夫啊、台湾文创等等这些，其实他们身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就是台湾社会创业家精神的什么典范model。所以我非常热切的邀请各位来跟他们学习。也许你做的项目跟他不是一样农业，或者是这个原住民，可是，在你想投入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些人就是各位可以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抱着创新，坚持他的目标，投入再投入，创造真正社会价值，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我们最熟悉的是一个这个创办人林崇伟老师教授，教大的教授，教授停下来投入了这一个非常让人家敬佩的社企这家社会企业。我常常讲都是台湾之光，因为很多的亚洲的国家的一些政府来跟社企这一家公司取经。他是让我们那些身上的一些朋友能够有一份工作，能够让台湾很多的一些公共设施能够让身上的朋友很轻松的进去等等系列的。
台湾之光啊，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让这些大家以为都是社会的一些有时候米虫或社会的一些索取者，可是最后他们有所作为，又让它成为是一个什么无障碍空间，又成为一个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些秀在这个投影片上面，还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看得到成果丰硕的这么社会创业家精神。当然，我们更期待各位能够跟他学习之后，你也是未来台湾的明日之星，社会创业家精神的典范。因为有更多的社会创业家精神的典范，我们台湾就有更多人能够做得非常好，台湾的社会就越来越进步。好，我只是把它举出来让各位了解，这门课很清楚，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保护。透过这一系列课程，因为是所谓社会经理人的系列课程。因为各位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之后，想投入社会企业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邀请你都是一个杰出的社企经理人，更能够把这个标展现各位的所谓社会创业家精神的内涵，继续的加入，继续的投入。所以我就慢慢来跟大家分享，这些都是我刚才那几个投影片的几个这个是台湾农夫啊，生态绿啊，光源的啦。这种创等等这些画面，我想各位网上随便打都看得很丰富。好，社会创业家的特质，改变世界梦想的热情。我想你来到这里，一定有小小的，甚至非常大的热情，希望说你所投入的这个社会企业的这项工作，这个使命能够怎么样做得更好，有这么一个热情，对社会议题具有敏锐，了解自己的优势限制，这个我们在企划书都会谈。想解决问题，勇于承担，具有创新的性格、同理心、行动力等等。我们来跟各位提醒，一个社会创业家人需有这样的一些特质，才能够把他真正的这项投入社会企业做得非常非常的有成功。好，我想再带一下，也慢慢带入今天我们课程第一个单元，谈到社会企业的内涵跟经营。社会企业不会是这样就可以变好的。一定是很挑战的。如果这么好做，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邀请大家，一定是非常的辛苦。这个过程一定要邀请你有大大的一个很大的热情，这个热情是不断的点燃的。我刚才谈到，就像经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各位经营的是社会企业，当然就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内容。近年来，社会企业与社会创业形成了风潮，各位看到全台湾非常非常多的。有热情的，有关心台湾这块土地、关心台湾社会的人，就从各个角落，学校的老师，那些关心农业跳出来，还有很多的企业界的人也转型投入了社会企业等等。全球味的风潮，形成了一场新的公民自觉，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再醒过来，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辛苦。当然有点像前几天的流行，可是我想我们不是这个东西，我们很清楚。社会这一块，好，不但改变了社会和企业的界限，转变了非利的思维，改变了政府的公共政策定的。因为很多的非利组织也开始觉醒了，不断的向人家伸手捐款，不断的向人家捐款，这是没有办法长期的。总有一天你手伸出去要不到钱，这时候怎么办？你的这个非利组织还要继续的营运。所以我也碰到台湾几个各位朗朗上口的。这些所谓 NPO 组织也不断在思考，怎么样能够他们的部门从一个所谓 NPO 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转成一点点 PO 的概念 ，Profit OK， 社会企业的概念，他们不再在寻求，过去都不用烦恼钱从哪里来。我相信今后他们要慎重的思考，甚至大大的思考，如何让他们的组织有更多的一些收入进来，让他们的那样的所投入的使命或他们的组织的使命。能够什么更长久的永续运作。所以台湾有两个，一个就是非营利组织开始转型到 PO 社会企业，另外一个是就像各位很多人从完全零的部分开始投入，直接进入了所谓社会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部分。目前这个社会企业，因为过去台湾这几年社会创业的风潮非常非常的热，全台湾这几年哇。因为我一路跟来10多年，看到整个创业的这样的风潮，真的席卷了全台湾。大家也关心到，只是一味的赚钱，绝对不是好现象。所以，能够再像各位一样跳出来，我
我们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为目的，我们希望能够对社会有贡献。所以社会企业这3年内也是一样带动另外一个风潮，很多的学校就开始不再强调所谓一般的创业，而强调社会企业的创业开始走出来。好，回来这边，社会企业的空间已证明是一个可扩张跟永续经营的商业模式，社会企业的模式，特别是在英国，我们看到觉得非常钦佩。这么一个很大的历史包袱的一个英国，比我们更有远见的看到未来社会的发展。所以全球的发展的社会企业的发展原地从英国一直延伸到世界各地来。我们这几年台湾也深深的感受到这个的重要性，不断的去取经，不断的到香港，不断到各国去取经，从英国传来很多好的观念，让我们了解哦，原来社会企业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原来社会企业追求的是社会的进步、环境的进步，甚至于谈到所谓social的社会的影响，且大力的推动社会企业的活动。当今的不管是政府的领袖啦、学者开始投入这一块，很多企业家也觉醒了，各位一定看过很多的一些这样的杂志或者书籍都谈到，很多企业也开始转型。不只停留在 CSR， 它很多一般的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功能投入社会企业有什么大不同？企业社会责任 CSR 这一块是很清楚讲明，是因为企业营运了之后赚到了钱，才从口袋拿里，哎呀，当初赚了太多钱了，有一点心虚，来一点做社会，那我晚上睡觉睡长一点，好睡一点。我讲的是夸张一点，其实有这样的内涵，因为要赚到钱嘛。其实是很多的政府、很多的社会给他，才有这个机会赚到这个钱。像台塑啦，像这都正常，包括自己的企业一样，是要来做企业上。可是社会企业不是这样做的，他很清楚是因为要努力去打拼，去赚到钱，是因为我对我的目标客户、对我的社会是有贡献，之后我也获利，我获利是让我能够持续更长远的经营下去，这样是。所以这样的发展给各位这样了解。好，社会企业几个特征，社会企业涵盖社会跟企业，这很清楚，含 social 跟 enterprise 两个结合在一起。这名字我觉得取得很好，让我们彻彻底底把所谓企业，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100年来都是这样的。今天有社会化的前头，就把社会这个重视，社会为题，再来透过所谓企业这样的手段方法来达成真正的所谓社会进步的概念。所以社会企业有下列的特征，第一个是企业的取向，因为很清楚企业的取向是所谓 enterprise orientation， 就是它本身就有商业的模式、经济的运作在里头。企业团就是所谓整个的财务、整个产品，就是金流、物流怎么去流，就谈这个，不管它社会是怎么样子，很清楚就是怎么样把东西卖出去，我能够赚到更多钱，财务够运作。所以社会企业里面一个在企业这个面向里面有所谓企业取向，透过市场直接参与生产、财务提供劳务，使经营获得利益。很清楚，他不想别的，我怎么样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利润。他消化说，这里年轻的都还少一点，像我们稍微年长、头发白的人都会吃地沟油长大，因为企业就是怎么样降低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得到这样的什么真正的分给股东。就是这一票股东的获利，管你是地沟油来的，管你是破坏环境的，什么细有什么污染，都可以分给股东。可是现在人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公民意识醒过来，不然不会有日月光等等就开始醒过来。哇，那企业赚钱，光我们这些住在周遭的这些住民或者农民这么大的影响。所以经常是有企业取向。好，再来社会企业，第二个是社会目的，它是有社会的目的，具有严格社会目的，如创造就业、服务地方、社区、提供训练，有强烈的社会价值实力。我想在座今天来到这里，都有这种一个潜在的意思：怎么样让你想服务的社区、你想服务的社区、你想服务的环境能够有更好，都有这样的社会的目的或者是目的，希望能够让这样的目的能够达成。第三个，社会所有，千万不要来抱着说这家是我的社会企业，这是你的，是我的，这是台湾社会的，你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社会，你我都一样，你要希望把这个棒子接下去，有更多人来继续投入，让这个社会所有花落去。所以在
国外的很多的盈利计划书里有特别谈到 ownership， 社会企业这家是你的公司吗？不是，是社会的。哦，自主性的只是具有治理啊，有所有权啊，基于所有权使用者哦，社会团体的参与，利润分配给利害关系的。这里又来一个，跟特别谈到所谓利害关系的，在传统的创业计划书里，公司获利都是什么股东的，对不对？都是有投资有人的股东的。可是特别跟各位分享，社会企业不是只有股东，还有什么利害关系的。这点特别，你的计划书里头，你的所谓计划书里头，你要知道你这家社会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相关的利害关系的，不是只有说，哎，这是我们大家出资的，随机给我什么股，不是很清楚，特别强调，社会企业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项目谈利害关系的。你做这件事情对相关的利害关系怎么样子？不是只有你想说，我服务这群身障，我服务这群听障，我服务这群的这个视障朋友，是吧？还有很多关心视障朋友、关心弱势团体，还有政府的法规部门、政府的地方政府，这些人都是什么利害关系？这个都要考虑进去，利害关系。好，所以这个要给各位了解，在社会企业的特征，除了企业的内涵、社会的目的，还有就是社会的首领，利害关系。这样是社会企业的特点里面已被广泛的使用，虽然没有目前的一个完整定义，只有几个重要的特色：明确的社会使命，社会使命摆在中间，经营管理放在很清楚。你的所谓你的社会企业，你想去创办，或者现在你在经营的社会企业，你的社会企业这样的一个所谓使命是什么？使命就是你行使道路的命令，是我自己要翻译。你行驶在环境这条道路，环境更好，这个道路上面你接到的命令，永远做没办法，不断的做，不断的做下去，所以才有永续经营的思维。使命就是你接到这个命令之后，不断的往前进，不断的永远没有达到。你说社会更好，或者环境更美好，你会做到那一点？不会，不断的一直做，一直做下去。使命是不像目标达到了有一个 milestone， 使命是没有。不断的做下去，所以永续经营社会企业这样思维。大部分的收入是透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它有经济的活动，有财务的运作，所以大部分你的收入是透过你的活动，这是换取到真正的财务。所以社会企业是可以接受却不反抗，这是台湾的企业，台湾的法规没办法。比如说我借款给我借款给台塑，我借款给华硕，不行的。法规没办法，所以这个早晚会调整，这是时间上的问题。那国外是英国是可以，美国也可以，他们有法规可以接收人家的捐款，这样的。好，大部分的盈余投入再投入社会使命、组织财产跟财务归属大众所有，所以那个 ownership 拥有的是谁？社会，不是你的。赚到的钱要不断的投入，那各有各的那个说法，好像国外也说，赚到的钱100%不能够分给股东，不能够分回去，就是100%继续做，上面不再投入您的社会使命这一方面上，这是有一个说法。有人说要50%继续投入，那也有第三个方向来说1/3，2/3还是可以分，1/3不能分，就是假设赚1块半，那你就是怎么样？5毛要留下继续做投资，1块钱分给股东，各有各的说法。那去年之前，我想，国内有一些比较政府的官员或者一些相关比较倾向没有是倾向说1/3留着继续做使命的投资，其他1块钱可以分回去，2/3可以分，1/3要留下去，有一点点这样的共识比较多一点都不分说不太过去，我们都投了。如果说分太多太少，觉得怪怪的，大概有点公式，3成3成4成，大概是这样。好，再来强调经营企业的创新精神跟执行能力。任何的企业也一样，这一点都可以排开来看。企业也是一样，你的企业要不要创新？当然要创新。你的企业强调的执行力，你的所谓是这个所谓 execution， execution， 你公司的贯彻执行力一样。特别是社会企业，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刚才介绍了，不管你们各位很熟悉的多福、台湾农务，包括这个小镇，这些创业家都很清楚，都是非常苦干实干的人。没有人坐在办公室里头，他就马上掉下来变成社会创业家，没有这回事。这几个都是一路走来，甚至于3点半嘎票，甚至于把东西家里拆下拿去卖的都有。甚至于自己跳下去当那个作业员，自己当那这个工人都有，这几个刚才看到的几个都是一样，所以很清楚，强调经营的创新精神跟执行力。所以我常常讲很多跟大学生谈到这个社会企业的创业、社会企业的运作，他们说哎呀，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就坐在办公室大家讨论说，哎呀，这个帮社区帮这一群社群的这样的一些弱势团体做什么样的小。我说你这样绝对不会成功。我跟各位讲，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爱一家是这几个，下面这一张看到，这几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动下去做事，非常踏实的自己动手做。台湾老屋自己夏天去种，最近种出很漂亮的金针花。彩色的金针花，大家以为金针花只有黄色而已，那就自己去研究创新，在日月潭的新社旁边弄了一个彩色的金针花园，大家都好羡慕我。他说：“对不起，每天只有多少人来参观？对不起，收费，因为这个是我种的，我请人家种，我希望能够做生态维护，这个非常好。台湾好，这是爱一家亲2个国中的老师。”为了照顾这个所谓可扣补班，开始成立，非常好，开始投入，自己带班。旁边这一位也一样，自己跳下去带班，甚至还有一次在大厦他们在大厦这样一个大社区里头，人家不租给他，是因为说啊你们的小朋友不乖等等，他去跟他们管委会一人带托，最后跟他人家讲，现在整个这样一个大社区里面的1楼都是他们爱一家亲的。这个所谓场域，包括有开安亲班的等等，甚至隔壁巷子有个朋友说：“哎呀，你们做得很好，我那个旧房子整栋虽然不多，地坪大概20坪，是3个层楼，免费让他用，感动了社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位都是真正是一个创业家的思维去投入，真的非常落实的去一点一滴的执行，特别强调创新。小镇文创，如果他没有创新，这个小小的民宿会今天这么轰动吗？这个台湾农屋，如果他不创新，还是种出来的金针花，怎么可能跟南部的比？它不过一点点地创新。所以我特别邀请各位社区经理人要不断的思考，你的组织、你的单位、你的团体要去更多的什么创新？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不一样？现在看到的所有国内的大小竞赛，大概60%到70%创新性都不够。人家怎么做我就看怎么做，基本上是不太 work。在我会让各位了解，一个真正的社区经理人很清楚，你怎么带你的组织去。有的是你自己想很多的创新，更重要，我是希望各位能够去 empower， 对不对？要能够去激发，去什么？去鼓励把你的团队的成员做更多的什么创新才是对的，因为毕竟你的脑袋有限嘛，你要去引爆你下面的成员，引爆你的伙伴，引爆你的所有的不管是上面的创办人，或者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人，或者是你服务的对象，去做更多的什么创新。不一定因为你脑袋只有1个人想，如果你的团队有5个人，就5个人帮你做很多创新的思维。如果你的团队里有100个，就100个人帮您做创新，哇，那多厉害！所以非常鼓励你自己去带动，去引爆你的团队做更多的所谓创新。我们这样的团队，因为大家都有知道了解自己的能耐，那我们的这个组织、这个团队怎么样做更多的一些创新的作为，能够让我们服务的对象，让我们的这样的美好的使命能够往前踏一步，那就很有价值。所以特别给各位这样的提醒，这个企业创新的精神，当然要带。
另外要一点点小小的跟各位分享怎么打破这个迷思，因为很多人说哦，这个设计人自己一个人来做，我千万要告诉各位，因为你是设计经理，你是一个 manager 一个经理的角色，你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当然是一个标杆示范，同时你要去提醒让团队的成员都动起来，不是你晚上加班到12点，其他的成员5点半就下班，那我告诉你绝对是完蛋的。就要特别提，你怎么去看得到，去引爆，去 empower， 让成员每一个都很努力的一群打拼，你们是一群，所以特别要邀请各位，你们是一群非常优秀的团队，而不是说我很厉害，你厉害没有，而是整个 team 非常优秀，你的团队才能做出真正很棒的成果出来。所以你作为一个示范，而且去引发、去引爆、去邀请、去激发，让所有你的团队成员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思维，愿意跟你一起打拼，那你的团队就非常非常成功。这是稍微有一点管理的概念，给各位很清楚，社企经理，承上启下，承上这个组织的使命，你要去启发下面的人，能够一起完成你们这个组织的所谓mission使命的概念，给各位做这样一个参考。好，接着我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福大杨明显杨教授、杨院长也在指导一些学生的论文特别谈到社会企业经营的6个大的元素，我也很快的跟各位清楚的介绍社会企业经营6大的元素。我们待会在企划书的单元里头也会介绍有6个。第一个，价值主张，很清楚，你们这样一个组织，这样一个社会企业，你们组织的是关于环境面、关于社会面、关于某一个特别的，我们叫做 value proposition。我待会会有一个小单元特别谈到价值主张。那最近2年前有新的特别的书，就是价值主张设计value proposition 提案，这待会提到。再来经营的策略，你们的策略怎么样运作？很清楚，社会使命，你们这样一个社会企业的使命，你的运作是怎么样？又回到企业这一端，透过怎么样有效的这个策略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来达成我们经济的成果、经济的效益、财务的收入、经营策略、营收机制，这是所有社企共同的弱点、共同的共同的痛点。哇，我这个做得多好，一说到收钱，要给人家收钱讲不出来。所以各位要认清这个事实。做社会企业要有一个很大的能力，如果你突破，我觉得你就成功了。怎么跟人家要钱？我这要求不是生什么使用，社会什么是有value，我是有意义的跟你索取钱。所以各位好好想一想，你的组织、你的社会企业怎么样非常理直气壮的跟他说，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很有意义，所以你必须拿5万块出来，你做这件事很有意义的。如果你能够像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社会企业一定可以经营得很成功，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做得很好。如果你们也相信我们是一个非常正派、正好的一个社会企业组织，我们可以理所当然的跟你索取应有的依靠。我跟各位讲，英国很多的很棒的世界级的社会企业，台湾很多的政府官员跟我们台湾的社企团体，就是跟他讲说。你们这么棒，进展，能不能让我们参观？我们去跟你们求教，跟你们请益，怎么样把你们这样的社会企业经营得很好？欢迎欢迎！一说完以后，马上寄了一份函，收费。你去参观他，他派人指导你，跟你说明，当然他有什么有成本嘛。所以台湾的这些政府官员马上就说：啊，怎么可以？我们是从台湾跑到英国跟你们处教说，你们怎么经营？这个社会这个这样做得这么好，他马上就开出来一张报价单，我们服务你，跟你来介绍会来的，你在这我们就有派人指导你啊，我们有成本啊、清洁费啊、有解说费等等，对不起，多少人派去算钱，合不合理？人家确实是有投入啊，只是我们不太习惯说我们去跟他请一跟，还要给他钱，这是有点不太能够接受。理所当然，所以我非常鼓励，如果你的组织经营很好，欢迎你来参观我们，对不起，不收费，因为我们有清洁费、有灯、有租金、有人事成本，当然合理的、只是我们不太习惯这样的方式，所以我非常鼓励各位设计经营的设计一样，
说出道理来，收费，那就是要使用的付费。所以要非常非常理智去看，说，我们做什么服务，所以我们要收费，因为我们是有序经营的，我们不是靠人家捐款长大，我们是必须能够有序经营。所以要多多的培养像这样的业务性格的成员，我相信你的组织一定可以经营的很成功。就怕说一收到钱，每个人，哎呀，我们是有爱心啊，我们就是觉得台湾更好，所以我们就不行，所以要好好调整这种思维跟心态，你的组织、你的社会企业经营的很成功。好，资源的部署 ，resources 的 OK 安排，资源非常多，钱只是一部分，我待会再谈到，在商业模式中谈到。再来，价值网络，任何一个网络、人脉网络、社群网络都是政府等等的各单都是可以连接，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学会组织的学会，还有很多台湾的社企的组织，都可以充分的运用这样所谓 value 的一个 networking。再来永续的，你不能说今年我们赚得多，我们就好好经营，明年经费少就不做，因为你的使命是要告诉你持续长久盈利，要永续的能力这样的思维。所以各位不只是你创造这样的东西，还能够创造更多优秀的团队成员去共同努力达成你们这样的组织的社会企业的使命。所以人才才是关键。所以我非常兴奋，台湾有这么多年轻人，尤其大学生，很早就认识什么叫社会企业，就开始在这里